哎呀，我的妈呀！过年这几天呢，温迪给我闯的那些祸呀，真是造孽呀！最后还得是张大铁替我教育他奶。过年呢，是咱全国最阖家欢乐的日子，但同时也是所有单亲家庭的孩子最颠沛流离的日子。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到底爱谁更多一点，平时也不这么计较，但是过年的时候那是锱铢必较的。比如今年大年30，我是要下午去我姥家跟我姥家人吃饭，然后要转场去我奶家，最后呢吃完饺子接完神还要回到我妈家陪我妈睡觉。这中间每一次的转场都需要精准的动态时机观察以及完善的谎言借口储备。但是温迪呢啥也不懂，你编的啥谎言他都给你戳穿了。我们下午不是先跟我姥家这边跟我妈吃饭吗？我看吃差不多了，开始要打包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奶那边今年就比较特殊，这么大岁数了没有人陪过年，我咋的我得过去一趟，完我很快就回来啊。我妈瞟我一眼说，你要走你悄没声走，你别让人看着。我说妈，我以前带1个加拿大胖子都够扎眼的了，现在带4个，还有2串，如何能离开的悄无声息？到了我奶家，那我当然是不能跟我爸说，我刚才跟我妈已经吃完一顿饭了。我爸那端着菜上桌，跟温迪说，来，温迪你过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地道的东北名菜——酸菜炖血肠。你看你是不是人生前60年都没吃过？我是真没想到啊，人家温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书包里拎出一个打包盒，里面是刚才我妈在饭店点的酸菜血肠。人家温迪看刚才打包的时候没人要，给我爸拿回来，我就把温迪拉过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求你告诉我。温迪说，因为我在乎我的哥哥呀。我说，但是他俩离婚了，就是不爱彼此了。温迪说，但是他们都爱酸菜呀，酸菜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当然，我跟我妈说的，我爷我奶这边就俩老人过年没人陪，也是谎言。实际上大伙儿都在，很热闹。我就跟温迪说，一会儿你回到我妈那儿，你要记住，你刚才参加的那个局只有我爷我奶俩人，没有别人 ，OK？ 然后我们回到了我妈家，我妈看着我们就很象征性问一句，啊，回来了，刚才吃咋样啊？温迪喝了点酒，把我的叮嘱全忘了，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掏出他的手机给我妈看刚才那顿饭的照片。我给你看照片，我当时就搁旁边，我就往死瞪温迪，我往死瞪他，他反应过来了，心眼还挺快，看自己手机上照片说，你看这些人都是我 P 上去的Photoshop。年30算是折腾完了，我跟温迪说，我说你准备好，明天初1还这样。温迪说，你让我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温迪转身就去找我妈了。我有一个想法，明天也就是新年的第1天，我想请你吃顿饭，然后我们叫上哥哥一起吃。我妈脸都绿了，问我，他说啥？我说温迪问你胳膊咋样了，能不能一起吃？温迪还说，谁说胳膊了？我说的是哥哥。我妈转身就走了。温迪非常无辜的看着我，我觉得你的妈妈还是不太喜欢我。Why？ 我说你的哥哥和你的姐姐已经离婚20年，也都各自再婚了，你让他俩单独吃饭，你觉得合适吗？温迪说，谁说单独了？还有我呀，而且他们也可以带着他们的现任呢，不是叫团圆饭吗？团圆 all get together 吗？有什么问题吗？他一天给你姥整生气多少回了，给妈惹祸，他逮啥说啥，你说他咋整？You be careful, okay? Don't 瞎说 ，understand? Okay? 张大铁终于人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爷爷。见完之后，张大铁托我问问大家，这孙子还当不当？温迪和布莱恩千里迢迢从加拿大飞来，落地了。这次中加会晤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张大铁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个爷爷呢。结果一上来就犯了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容易犯的错误，对外国人脸盲。张大铁不像早达在加拿大住过，他只跟布莱恩在视频对话里见过这么几回，然后和手机前看视频的你呀可能一样。张大铁对外国人这个脸吧识别度非常低。早达告诉张大铁，我们的爷爷是一个慈祥的外国老头。张大铁在机场见着外国老头就喊爷，以下都是当天张大铁的爷。面对外国人，我们除了脸盲是难题，还有一个难题，你们应该也有共鸣。我们跟外国人说英语，最怕的就是他们不按套路出牌。张大铁的英语，咱说这半年也是有很大进步的，可以稍微比划2句了。但是他学的是典型的中式英语，他跟对方能对话的前提是对方必须得按课本上的套路出牌。比如俺俩平时是这么练的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 you. 但是他爷呢？张大铁问他爷 How are you？ 他爷回了个我又老又穷，那你说不也得活吗？这让张大铁咋接呀 How are you? Anna's playing with the puppy dog. 对，说的是 How are you? I am old and broken, but I made it through another day. 他不说 I'm fine, thank you. 他不说 and you. 给张大铁憋的呀，跟他爷他奶在家，发现人家毛毛在家憋不住要出去上厕所去，就想跟他爷说咱们得遛狗，咋说不明白，各种招都用上了。妈妈想要上厕所， What? 遛狗， You go? 遛狗， Oh, 这个是 dog。 one dog is enough. dog 尿尿。dog 尿尿。 Stop, no. You like to dance?
我喵了，我喵了。最后早达回来了，才把遛狗这事说明白。狗最后是遛上了，但遛狗外边的风刮得人脸上刺挠。还好出门前给孩子用了袋鼠妈妈青少年护肤套装，专为青少年研制，正适合早达。它通过了第三方检测，可以控油、去黑头、防螨，搭配无酸保湿水乳，补水滋润，舒缓泛红。13年母婴大品牌就是好用。一直到晚上，张拿铁都没有放弃和他爷爷的沟通。对了，这个我会说。You。这个也会说。拉倒吧，拉倒吧。 Something to do. You're not as into Disney. Bring them out, put them on, so they can know and 我不喜欢这个家，不喜欢这个家。我出差，俺家阿姨腰伤请假了，大胖媳妇带了3天孩子，你们根本想象不到她是怎么带孩子的，你们更想象不到张拿铁是怎么反制他爹的。首先，他爱睡懒觉，他为了能多睡一会儿觉，告诉俩孩子，早达拿铁，咱们玩一个游戏，叫做买卖，看谁能当老板。早达呢，你就开个早餐店，最好再开个英语补课班。那张拿铁开啥呢？大胖媳妇就想，正好前天我们刚又去了一趟澡堂子，也就是张拿铁这个硬汉不羁灵魂的归属地。从澡堂子回来之后，张拿铁又天天在幼儿园找尽各种机会给他好哥们迪兰身上抹牛奶，给人家做奶搓。大胖媳妇说，我认为儿子你就应该开澡堂，张拿铁你绝对可以。俩孩子问他爸，那这个叫做买卖的游戏它是啥规则呀？他爸说，就是把咱家当成一条商业街，你俩得拉人，人来了钱就来了，把客人留住，让他们消费，这是你们的通行货币。但是千万别教训我，因为我一醒，我的买卖一开张，谁家都得慌。我是那种垄断型的大老板。然后俩孩子起床就开始玩游戏呀，他太有心眼了，他不是告诉俩孩子要抢生意拉客人吗？但是俺家里也没别人啊，那就他俩互相抢。那翟要达为了拉客，连狗都不放过。张大姐早饭也是拼桌吃的。开始吃吧，妈妈都快馋了。这给我吧，我要奶搓。这是我的饭店的，我也有店。然后铁哥的搓澡堂也开始拉客了。你看你搓好的，要做的就是这个样子的。会比你好，会比你好。我们现在早上9点，说早太早了。啥时候都有人说这？你先来我的英语补课班，我给你上英语课吧。我是从小就学啥英语呀？学啥英语呀？我在出差熬夜，不敢看人家里监控，人都气老了。还好带着娇兰风光瓶，专研复配焕亮成分，搭配升级黑蜂修护科技，温和带走熬夜色沉，油皮也能干净透亮，维持饱满好状态。皮肤和生活一样，需要主动净化才能亮出无限风光。但是我告诉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哇，我这鱼尾，拿铁，你出澡吗？哇，你可以给我一个牛奶。好了，还有2个人，2个人怎么样了？还是过来，你又不过去了。